现在专访的是民主党前主席柯文哲柯主席啊。那你曾经抛出要蓝白分，把国民党吓死了。后来你说这个分叫分工合作，你说国民党每个都玻璃心这样，国民党很怕这样。不，其实这我发现哦，国民党真的很玻璃心，你知道。不过他会讲，我是很当时会讲这个是，我会很精确的去计算哦。今年2026的选举对国民党不见得有利，因为它基期太高了。是。所以你看哦，会蓝转绿的有几个，好几个，会绿转蓝的只有澎湖还有可能。其他蓝澎湖现在业主点也要出来了。不然那个蓝转绿的哦，也很多啊，从宜兰新竹县那一路澎湖那彰化县。我说国民党怎么不知道害怕？所以我倒觉得在大罢免之后哦，让国民党太乐观了。所以我讲那句话是对的。我说国民党太乐观了。那我说蓝白我那蓝白分只是我讲话哦，就是一向就是大的，要先分工合作嘛。因为老实讲哦。从地域的分配的哈，或者说这种年龄的分布，很明显的，国民党跟民众党是不一样的，所以合作才有。我说你要先确定每个人去分工合作的范围，这样合起来会比较有效。我讲是包括这样的，因为媒体就是喜欢夸大。我讲的是很实在啊。我说国民党太乐观就对嘛，对不对？还有一点呢，大罢免当时的氛围跟现在又不一样，因为民意是这样，大罢免那个氛围，他会觉得我已经还你了，还你公道了，所以国民党不可以太乐观了。还有一点哦，你很务实的去算，那没县市会蓝转绿，绿转蓝，算。我说2026国民党总会有乐观的本钱，没有啊，我讲的是很务实的。那怎么分工合作？除了年龄啊、什么选民以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那其实每个人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嘛。像我说我不好意思讲，我们那个70岁以上支持度不到3%。黄国昌一直说什么？我们应该要加强对老人的宣传。我说算了吧，我说那个哪里是几个月的可以解决的事情？我说我们应该还是巩固基本盘比较重要的。像这个就是要跟国民党要分工合作的。所以要能够确认我们哪一部分是我们的优势，哪一部分是我们的劣势。像新竹县就很明显嘛，你那个高科技年轻人那个一定是比较民众党支持群嘛。那所以在新竹县国民党一定要自己先搞定啊，你们都搞不定，怎么？所以我说奇怪，那国民党哪来的信心这么自信呢？我说奇怪。好，我们回到2024年，你害我出来选副总统。本来我根本不应该选的，我根本也没有打算要选的。我还跟我太太讲说，绝对不会轮到我了那因为我每天劝侯友宜，我讲你不知道，我真的劝侯友宜很多次。我说你一定要跟柯文哲合作，因为我自己选台北市长知道吗？1分以后，对不对？我跟黄道周加比陈水扁多将近20万票啊，还是不行嘛。所以一定要跟柯文哲。侯友宜说我知道可是呢，你要国民党为了你可能都不知道，要提名我的那个中常会。延到登记最后一天下午3点半，为什么？就是说等最后一刻。后来因为你上午就去登记了嘛，他们才提到上午不知道11点还10点半。后来我就每天跟柯文哲讲，跟那个侯友宜讲，一定要合作。侯友宜大概后来就是问我说，回头问我说，那如果他就是不合作，你愿不愿意来跟我合作，至少增加我的底气？我心里还想说，一定会合作的。好吧，你想当总统候选人，就算当副总统候选人，行政院的副院长给你什么经管会啦、NCC 主委什么都让你提，民进党其实就站起来了嘛。为什么到最后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你说是没有规则，到底怎样？那我觉得这个，我个人对2024的失败，我不认为那是失败。为什么会这样？你要知道中国人的历史，从来没有联合政府过，所以你不要以为它太容易了。中国历史上都是赢者全拿，是成王败寇。你看从唐朝的牛李两党，宋朝的新党旧党，明朝的东林党非东林党，中国历史上有联合政府的历史吗？没有。其实到近代史，你知道3次那个国共合作，都是失败收场了。从那个联俄容共，到共赴国难，到1945年的双十协定，所以我倒觉得这样。这个文化的建立我们还没有建立那种联合政府的文化，所以2024你说失败，这很简单啊，怎么会连一个民调规则都没有讲，这怎么合作？你们事先没有先讨论过？不是，他就说这个民调误差范围内，我就知道，误差范围内什么让3%变让6%，我天哪！我说
我说让6%，这个我们自己党就先垮掉了。所以这一次黄国昌跟郑丽文，我觉得这就是进步啊，就是说，要不然大家先签政党协议书民调怎么比事先讲好。所以我从来不认为2024是个失败，我只是把它当作说历史前进过程当中会遇到的挫折。那所以那一次的失败，你想想看，如果没有那一次的失败，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谈这些事情，就不要。至少现在比较有步骤我们现在起码有一个共同政见还有一个，当然如果要到有一天像日本的自民党跟维新会可以签政党协议书是更好的，很清楚的。我倒是讲那一次高市早苗刚刚上来的时候，跟维新会签那个政党协议书，其实我们研究很久，我觉得那是很了不起，因为才1个礼拜的时间就可以写得这么完整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合作是需要训练的。我不认为2024这个就是完全是负面的，重点是说发生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在失败当中去检讨啊？所以我倒觉得像最近黄国昌跟郑丽文在弄，至少就有记起说过去失败的原因，然后有去处理。所以我这一次我觉得应该会合作的比较好如果可以合作的比较好，那2028就更容易合作。所以历史一步一步往前进。回到2024了如果那个时候你们合作的话假定说都合作好，会不会赢？虽然民众有些票也可能跑到民进党去，也不会都加起来了不是1+1等2，但是我觉得如果重来一遍，你知道要更长的时间酝酿跟论述，因为一旦被打成说这是政治混战啊什么的，以民进党这么会选举，不见得讨得到便宜。不过当然我们不是内阁制，但我们也有一点内阁制的宪法也有一些这样的味道。以内阁制国家联合政府是很正常嘛，而且自民党也不是第一次联合，他之前也联合过他一向他有这样的传统嘛，票数不够，席次不够就是联合嘛，否则你1993年以后日本就没有一个政党在国会单独过半，只有这一次是例外。所以说1993，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也要花很长的时间去酝酿，所以到高市跟维新会做那个政党协议书，很快1个礼拜就可以写得这么完整。那时候看着哇，这实在是成熟的国家。但如果像德国，那是一向就联合政府，很正常。我倒觉得这样的我觉得在台湾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修宪也蛮困难的，所以在还没有办法修宪的状态下呢，其实要慢慢教育老百姓说，政治是可以合作的，政治是可以妥协的政治是包容，然后可以用联合政府的方式，然后可以。就我讲了，分工合作嘛。但人家他很负面，他跟你讲说这是分赃啊什么。但是就政党就是有一种所以叫制度化的合作。应该这个文化开始跟台湾老百姓讲，这个能够建立，才不会落到现在赖清德这种态度嘛。就是他的潜意识就是我就是要独吞，要全拿这个。问题是这个不符合人类的世界潮流嘛，所以一定所以这个就是我目前台湾看到的嘛。奇怪，明明在立法院在政治都可以合作为什么要一直吵架？所以老实讲那个李正秀的案子，你知道，我就觉得赖清德真的疯了。我李正秀那案子，其实我的逻辑很简单的，陆配有39万嘛，加一个老公乘2。生一个小孩子乘3，所以现在跟陆配有关的至少100多万。那你2300多万里面有100多万是跟陆配有关的，那你现在把它当作敌人，每天这样打，这样侮辱他，那100多万会很高兴吗？那你不是在自己的内部制造敌人？神经病还是谁？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文化还是很重要。我们要开始跟老百姓讲说，台湾本来就是移民社会嘛。前脑后道而已啦，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家当作杂质？你把它看作合金就好了吧？我最常做那个比喻嘛，你铁里面加点铬，加点锰，加点金刚，那就变不锈钢啊，对不对？你说它是杂质，要把它混的比例刚好，不是变合金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是这个社会的合金啊？为什么我被当作是杂质？所以不要去欺负。老实讲，我在那个，当然我很早看电视我看到 YouTube 我觉得那个刘世芳对人家那个真的，我真的可以用那个形容他嘴脸。其实我那种
摆明就是要修理人家、歧视人家嘛。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不好。因为是刘世芳还是赖清德啊？我跟你讲哦，就好像那个老柯讲的，大罢免是老柯发动的吗？你认是谁发动的？最起码是他同意的啊。所以是这样嘛哦。我在讲说赖清德有没有介入司法？我先问，赖清德看到那个台北地检署跟靳新闻这个样子，你当总统有讲过话吗？对，所以一样嘛。当刘世芳这样，刘世芳最近那个陆配的事情，你觉得这是刘世芳一个人决定的，还是赖清德决定？我问你就好了，你觉得呢？所以还是这样的，何必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我是觉得不必啊。总统是团结这个国家的哦，让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生活。那你每天在里面制造仇恨，在干什么？好，那么你说哈，我的任务是撑到2028年，哦，你刚刚讲26，你讲过到2028，什么意思？到2028要怎样？不是、啊，你要知道哦，在我们前面已经挂掉4个党了呢。台联、时代力量、新党、亲民党。我每天都在想说，我们会不会是第5个？所以按照以前的经验，你知道，要撑过3次总统大选。才能够才有机会说他可以长久下去。我跟你讲，我今年已经67岁了，是吧？不要老是我10年前可以骑一日双塔，你现在叫我去骑，不是还是骑了吗？我是跳战骑的，我分成14段子，也不简单了。我才骑200公里而已，我也不错了。以前可以骑520，10年前了，所以是这样。我们老了就是老了，不要给搞。好吧。你被放出来以后大家就说，你会不会是蓝白合的变数哈？那黄国昌这是过度揣测、逃过离间的，你会不会是变数？会说哎呀合什么合之类？不，现在蓝白合是战略，当然战术上会有一些争执啊，说到底要怎么弄啊？但是一样嘛蓝白合是怎么来的？也是赖清德打出来的啊。所以在现阶段还是，但是我觉得政治上是在现阶段蓝白合还是战略，阶段性。那以后呢？以后再讲啊。不过至少26绝对是蓝白合啊。这个不合就要被消灭了。因为连联合报的社论都说蓝白合节奏渐稳，现在至少共同政见啊，还有什么合作协议，好像今天还明天要签。但是这边还说柯文哲还是变数，你认为是变数吗？不是这样的，我永远不然每次何康给我外混排高能公过。但是我还是讲了，我倒觉得也不知道应该这样讲，我们要让合作制度化。有一天就是说，我们有联合政府的概念，我们都可以签政党协议书合作。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布林肯讲那句话，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这个概念是对的，但是不要搞到说可以合作的时候也在搞对抗，那就不对了。所以我还讲，今天我觉得今天谈的乱局，你知道，赖清德真的是最大原因了。为什么会？我还是不懂啊。就是说，照理讲。如果我当了总统，总是要团结嘛，就算有异议，包容一下嘛，而且尽量化解嘛，而且赖清德居然没有找你谈，这点是我最惊讶、最想不懂的，真的。This is a good question。没有，我觉得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个人的偏执，没办法，每个人的心态的。现在再回来，真的我是。好，赖清德前日说日本殖民台湾比国民党好，而且日本当时呢占领台湾是要他们替他解释是要搞这个必胜大东亚共荣圈那民众党有说了，说怎么总统像是地下电台主持人？你怎么看这个？赖清德讲这个话，这个叫他个人的意识形态了。我倒觉得这样，他要这样意识形态，我也没有意见了。但是你不要用意识形态来治国嘛。还是那一句啊，总统是要来团结这个国家的要让这个国家可以合作，而不是用你个人的偏见，然后就是要别人怎样。我觉得那个奇怪，我觉得个人的偏见就个人的偏见，每个人都有他的偏见嘛。但是你何必用你是当总统，你就不要用你的偏见来治理这个国家嘛。民众党就会有2个太阳，大家也关心的问题，一个你，一个黄国昌，因为你是创党，对不对？而且民众党是因为你才有嘛，也是大家也是事实，这个也不可能这个磨灭到这样的历史嘛。但黄国昌是现在的党主席嘛，
你们到底谁说了算？现在？我跟你讲哦，我们都会商量，但是一定是他发布。那会不会你决定他发布呢？不会啦，我们还是有商量的，我们常常，我跟你讲，我很喜欢那个，人家说那个叫什么，那个众人的智慧会超越个人的智慧。我倒觉得这样也好啊。我们常常有几个人会商量嘛，大家讨论过以后，然后重要的，而且我们有群组啊，所以上面会，我倒觉得这样很好，目前这样，而且还有一点呢，这个就一样嘛，分工合作嘛。我就跟他讲说，像立法院我就受不了，每次看那法律条文，我看都不想看的，然后坐下来跟人家协调，我没有那个耐性。我们是外科医生，你知道，所以像一天24小时啊，你像我其实我这一个月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中南部在帮议员辅选嘛，所以每个人做他喜欢的，所以每个人做他擅长的，所以我觉得以前习近平讲那句还蛮有趣的，他说太平洋过大可以容下2个国家嘛，所以一样嘛，台湾对民众党来讲，我跟黄国昌现在就这种model是很好，就是分工合作嘛，他做他喜欢的，所以我常常讲他要做什么，他也跟我讲。他不做的，我通通我都捡去做。他不做的，我喜欢做，我也做不完呢。你们会不会有意见不同？意见不同还是会有的，但是会讨论呢。我们就还好，因为我们会辩论的。像很多，当然没有办法再跟你讲，很多我们会辩论的。但是我老实讲，我认为黄国昌比我有原则，我比较容易被说服。对，我也觉得他很有原则，他有他的原则。对。我说奇怪，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外科。学法律的是比较不是我们外科，你知道，外科的逻辑是能治病就好，能治病就好，就是手术要成功，病人要活下来。因为我发现我会发现在很多议题上面，黄国昌比较坚持，他反而比较容易被人家说服，知道吧？不，也许他们读法律的人比较遵守那个规则了。我们理工的人有时候比较，我也是比较对那个细节，我也烦死了。超过2页报告我都不想看了。但是你那个2年条款到底对不对？其实你们第一次那8个人表现还不错，其实大部分。那你现在，而且在排名他一定是前面8个，所以第一届嘛。那你现在2年刚开始熟练可以发挥的，就把他换了。那这个也是辩论的题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台湾民众党是个小党，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有一个多元开放，还有更多人来参与。我也认为新的8个刚上来一定会乱流了。还有一点呢，我们这8个里面好像5个是教授，所以我说，这也是立法院的，不是课堂。叫他们表演，他们真的表演不下去，所以这是麻烦。但是这样的，我倒觉得有利有弊来。但是我也觉得我们要付出很多代价，就是会磨合啊什么的，但是很难讲它的好坏。但是就一个政党要成长过程，这也是一样嘛。我们勇于实验呢。我觉得风险很大。困难也蛮多的。就是也有磨合。但是好坏也要时间过，才2、3年后才知道说当年这样做对不对。因为有点可惜啦，就是外人看说，当时几个立委表现不错。但是我们新上来的，你知道吗？像洪玉祥，有那种自社会的那种研究院资历的，坦白讲真的很多那种国防那种什么西后 ISR 那种，你还是要这种专家才比较听得懂。你们有同仁跟我讲，对于什么监察院啊、司法院，你觉得他们是连在一起吗？当然是连在一起啊，没有啦。这个以前是法院是国民党开的，现在在民进党作为之下，那几乎全部都是他们开的。像我那个建华城案一开始是那个监察院先开第一枪嘛。你监察院我记得是2024的1月24号公布嘛。怎么1月8号民进党的那个中央党部开记者会就拿出来打了？这个监察院都还没公布，怎么民进党就拿出来打？这很明显嘛，这一看就是，所以监察院是民进党开的。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在我的事件当中还有一开始像内政部回文都说，建华城案是合法的。后来反正那个次长被约谈以后，在监察院被约谈，改口了。后来我们要求说，那内政部把那个公文交出来，他不交出来了。所以这个就很明显嘛，就是说，那你那个内政部、监察院、地检署
那廉政署啊，这合成一气的话，这个是不好啦。我觉得是否还是尽量让它公正的。我觉得民进党因为觉得你背叛了，所以气你。因为第一次选举市长的时候，民进党没有推候选人，他支持你嘛。然后后来发觉你也不听他们的，对不对？所以他一定生气啊。我跟你讲哦，我们是对国家负责，对老百姓。我跟你讲，我跟民进党翻脸是哪一次开始的？前瞻计划，这就踩到了底线。8800亿。对，我问你8800亿，来，花了8800亿，成绩嘞，做了什么东西出来？拿出来讲。你不能，所以一样嘛哦，就好像你不能花8400亿的，实际后来减到18件事，开始提8800，要8400亿啊，好吧，花了8400亿总要交成绩出来啊，从头到尾在骗局啊，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跟台北市有关的，我说你那个基隆轻轨根本就有问题啊，到现在为止基隆轻轨也没做啊，怎么可以政府煞有介事说他花8400亿要搞前瞻计划东西嘞？后来又防疫又8400亿，现在又来军购，不能这样搞啊！国家经不起你们这样搞的，我这个你这样怎么要求我柯文哲要？但是民进党他很会宣传啊，他就说你看看军购是为了台湾的国防啊，老共压力这么大，我们能够不增加国防吗？不增加国防就是害台湾，亲中卖台啊！是啊，我同意啊。那我已经付6000亿了，东西在哪里？200亿美金。我付钱了，然后东西没有来。你现在再加2倍，你能保证东西会来吗？而且大家非常清楚啊，我跟你讲哦，这再看一看就知道，那个1.25兆后面还有，为什么会这样？他买火炮，重点不是重要，重点是后面那个西后 IS 啊，就是那种指挥通讯系统，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你买的骨骼、买肌肉，没有买神经，这个是显然这个，所以那1.25兆大家心里有数，后面还有的啦。变3000多亿要台湾买，就中间就很难讲了啦。我跟你讲，还有那个我最怕是那个台积电40% 的要去美国，哇，这个，这个等于把家底都挖光了，这个才是可怕的。这个没有都这样的哦，不要怪我说我反对民进党，你们好好干，我也不是反对你，你不能。所以说，我就讲嘛，要前瞻计划，你就是没办法说服我啊！你都没有办法说服我，你怎么要求我要完全配合你们？奇怪的。我觉得民进党还有一点对你不满，我刚刚突然想起来哈，因为你讲过两岸一家亲了，民进党就很生气，亲什么？人家两岸一家走了，你们的大陆政策到底是怎样？没有，这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啊！我们也希望维持现在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吧。但是也没有必要去每天去跟大陆大声小声的在干什么？我也办过8次双城论坛了，也办过1次4大运，我就问嘛，我有对不起台湾吗？4大运你要不要办嘛？我问你，4大运也让你蔡英文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上去开幕了，也很风光，也很风光的。你要听实话，我就用两岸一家亲换来的。你总要老共，你要给他台阶下吧。我总不能我当台北市长，然后在那里什么都跟他反对然后那中国要不要抵制你？那一定抵制的你总要大家妥协嘛。所以你不能我讲如果你不能4大运让我办我去讲两岸一家亲，办完4大运，然后现在再把我开刀，狡兔死走狗烹了，实在是。这好处都要了，好处都要何康何康努力贴说不想讲了，好吧。最近卓荣泰说自费到日本了看球了然后呢你就说那个单据看起来有问题卓荣泰就反驳你了，说国家不能被你们这样玩弄，而且呢你自己单据有问题，你就说他有问题来。这个就是口水战了，口水战嘛。不要他讲实话就好了嘛。你去日本说我要是外交突破，我就是要去故意要去外交突破，讲实话就好了。他如果财产只有900多万，他会花200多万去自费去看球，那不被他太太宰了才怪，我才不相信呢。不要你不要挑战人民的智商嘛，我奇怪你就讲实话就好。这个就是讲谎话，知道，而且这个就是政治上要改的。你只要说我讲错了这样就好了嘛，就事情就结束了你就一直凹，奇怪正事不干，他每天在吵架是在干什么？这个有需要吵架吗？他讲实话就好了嘛。松子部什么时候变成那个旅游出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嘛。
他就买一张，他如果这样自卫，就是买一张机票去看球，那不就好了吗？你晒我借势包机从松子部出发，他回来跟我说你是自卫的，哎呦嘛，好吧，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时间的关系吧，啊，那个访问要结束了，你做个结论吧。你如果对未来有什么期待？没有，我一样啊，就是这人生哲学，心存善念，尽力而为，尽量了。我以前当医生也不是每一个都救得回来啊，但是我都会做到说啊，我们就问心无愧啊，这样就好了啊，不然你要怎样？尽力了，尽力了。好，今天非常谢谢柯文哲柯主席柯前市长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好，谢谢，不会了 ，Good luck。，Good luck。